Hello， 夏树你在哪？我开了奔驰啊，来找你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皮，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我身后面这里有一辆代号为 W212 的一个1250 AMG Line。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车主 Henry， 你好。嗨，你好，大家好，我是 Henry。Morning。刚刚下飞机，没有睡到觉，我们直接就来 review 车了。这辆车呢就很出名一下，相信你们如果看过这辆车的外观，都知道车牌号码是多少号了哈，不用多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带他的 IG， 带他的本人。这辆车是2015年的款 Japan Spec W212 啊，对我来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好看的一个 E-Class。那么它是一个最后一期的了，因为它的灯是已经是一粒了的啦，有那个尖尖的 daylight。之前的话，它把那个头灯是有2粒分开的呢，坦白说没有这么好看的。最好看就是这个最尾期的 W212啦。我先说马来西亚就好啊，它有卖一个E200啦、E250 AMG Line 啦，然后有一个 E300 的 Blue Tech Hybrid。对，哇，那个二手价够力哦，那个二手价3万多4万，可是那个车的年房很新，大概是17到18年左右的车。1250呢就非常的高，它的价钱大概就走到8、9万，相差一半哦。因为E300的这个 Hybrid 呢，它是 Diesel 加 Hybrid， 就是那很多人怕那个 Hybrid 的问题。当年很多人说换一个电池要100多千，导致它的价钱哇哦。但是如果你不要头痛的话，还是买回这个1250的 AMG Line。只要是 AMG Line 这辆车看了都更加的好看。那这辆车的外观哈，全部 bumper 换了是163的 bumper 啦，所以好像开大了这样微笑的这样，连 Fender 这边也有。你看到吗 ？Turbo， 还有一款 AMG 的 rim 呢，我也是很喜欢的。我给你们看一下，长这个样子，也是中间的大力凸出来的。高度呢，大概是1根手指吧。BCBR 的脚牙避震，这个看起来像 Sumitomo 或者是 Advix 的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还有一个刹车通风碟这样子。然后它的是18寸哦，然后用这Vulcan的 Exynos 520啊，前面的指数为245 40 R18， 后面是用265 35 R18。后驱车，如果这辆车可能后驱再往你后面凸一点会比较好看一点啊，但是稍微现在是没有卡Fender啦，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然后后面有原装的刹车卡钳，也是喷了黄色的。那前后的轮胎都是用着一样的 Vulcan 哈。这边呢就有一个 Window Spoiler、Ducktail Spoiler， 都是 Carbon。哦哟，摸上去实心的啊，不是空心的啊。再来就是 W212 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尾灯，我很喜欢，这是它的钥匙。其实我觉得这个款蛮经典的哈，不管你当年是买到有没有 AMG 跟没有 AMG， 它都是长这个样子啊。如果 AMG 的话，后面会有一个 AMG 的 logo 这样子啦 ，LED 的 Signal 灯，还有这个像蝴蝶式的。其实我很喜欢哦，163 diffuser， 还有这个 AMG 的 muffler， 然后这辆车收发哦，它是3寸的白冰，然后是 straight 到完哦，所以那个声音get 哦。这辆车其实基本上我之前做过一个 walk around review， 之前是在一个车行那边做的啦。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full detail walk around。这辆车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改了什么东西啦。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 daylight 哈，慢慢的亮起哈。可是它有一个通病，就是久了之后它这里会黄掉，它是里面的管黄啦，其实不是灯黄，这个管可以换的，所以只要花一点钱就稍微的可以搞定。这边就有一个 sensor logo， 这边有自动刹车系统。之前我试驾那一个 W212 呢 AMG Line， 它也是日本 spec 啦，然后它是比较高配的，有电动尾门，这辆车就没有。可是它其实是走 spring 的，稍微按了之后，这个电磁阀它就会自动弹开，可是这个 spring 没有什么力了。之前我那个还有一个 power boot button 的可以按的哈，所以它是电动尾门来的，所以这辆车并没有。这里面有一个蓝的。之前我试驾那辆就有，后座可以做椅背倾倒，这2个拉杆拉一拉，那尾箱就长得这样。哦 ，nice， 哇，5伏电箱在后面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座啊，买 E-Class 就是要后座，因为 C-Class 啊 W205， 尤其是204更糟糕，它的后座更窄，205还好。
可是它的椅垫就短。哇，这辆车的内饰这个是木纹哦，在日本选配，马来西亚版是银色，较为的比较 sport 一点。这边有座椅加热，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奔驰我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这里有一个洞，你要放手机也不能。可是有一个 cover 可以买的。然后我有买了，前面特地 Shopee 买的。哦，你的电话就可以放这了。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有身高173，大概剩下一个拳头多。我的头部空间一个拳头3根手指的左右。哇，坐下去是椅背的倾斜角度还行，大概像 Toyota Camry 的感觉。可是它座椅呢就没有像 Toyota这样软，它是稍微带偏硬一点点。可是对于 E-Class 来说我觉得是挺舒服的。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可以打开，哇哦，置杯架，哇哦，很有机械感，有没有 ？Alright。这辆车呢，原装其实有 ambient light 的，它只有3种颜色，橙色、白色还有蓝色。Henry 呢已经把它加了这个 ambient light， 可是要打开 ignition。哇，你看，现在新款的 ambient light 是很幼的，有没有？后面有的鼓起来，蛮高的后驱车。这里还有冷气出风口，这里没有冷气出风口的哦，这个是最重要的，有出风是最爽。哇，那个车改的这么低哦，下车有一点不习惯。喜欢这一个时代的奔驰哦，开门关门。那种 solid 的感觉有没有？我们再来试一下。你看，当年 C-Class 啊也是有，爽。还有无钥匙进入，这里就是一个锁门的 button， 对，还有 touch sensor 哈，还有 blind spot， 你看到没有？三角形。3组的记忆座位，座椅调整都是按这里，门锁在这里啊，这里就是窗户按键，这个就是一些它的通病啦。你看掉漆了哈，这里就是我所谓的那个 cover， 要不然之前是一个洞，你要放东西也不能哦。这里还有一个打开尾箱的按键，还拉了一个好煞灯在这里。风琴式踏板，它的脚刹是在这里的，你踩下去，然后你要解放的时候是拉一下。Push start button 其实是可以拆出来的啊，这里东西不要弄不见哦，1000多块哦。如果你不要用 Push start 的话，其实你基本上插钥匙也是可以的。头灯开关在这边，我们打开头灯、后雾灯、signal 灯，一键闪3下，也就是它的亮起头灯、高灯。这个就是它的 cruise control。可是你按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 D-Tronic Plus， 它就 ACC 跟车啦。然后你不要的话呢，往后面推。啊，这里就有奔驰的怀档了，你踩着刹车拉下来就是 D， 拉上去就是 R， 然后 parking 就是这边。之前前期的话呢，它中间是有一个排档杆的，就没有这么好看，方向盘也没有这么好看。后期的方向盘就长得这个样子，而米德就是银色黑色的哈，之前是全黑的，中间是一个彩色荧幕，很3D 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换挡拨片哈。那打开冷气是这边，很有机械感。这里一个 Eco Mode 可以关掉，这边还有座椅加热哈 ，Parking Sensor Off。那如果你要驾驶模式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换 Eco、Sport。哇，还有多一个美诺莫出来哦！哇，这些按键我就不懂怎样操作了，可是我就知道这边可以开大声、小声，还有一个时钟在这边。哇，有灯的嘛，开中央扶手，这里有一个盖，双层的啊，第一层是这样，2个置杯架，然后还可以开个第2层，12伏电瓦，还有一个烟灰缸。哇，那种机械感有没有？里面还有 carpet 双层的，还有 ETC， 日本的，那边也是有3组的记忆座位哈。这里按了之后啊，开灯是在这边呢。哇，这辆车我蛮喜欢的，说真的，虽然有一点，我这个年龄驾这个车可能给人家讲我是驾爸爸车啦，可是就是成熟稳重啊。这台车打开引擎盖，这里后面有一个红色拉杆，拉一拉。哇，直接打到这样直的，原装就是这样。它原装有一个 lock 了，你只把那个 lock 解开就可以这样开了。基本上这辆车呢，就是换了一个 BMC 的 air filter、V Performance blow off valve、MST 的 turbo muffler delete、NGK Ratanium 的 spark plug、Pitworks Performance 的 plug coil、Custom 的 full exhaust 啦，3寸，从头到尾没有 valvetronic 都是直触，然后还有 throttle controller 啦，Super Circuit 的 front power sway bar， 还有一个后面的 MD roll bar。这辆车引擎大号为 M274的一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装它可以产生211匹马力，还有350个牛顿米，这是纸上啦。它再配搭一个7速的 7G Tronic 的变速箱，它是 torque converter 来的啦。原装的马力拉出来是多少匹啊？ On wheel 啦。
205罢了。旧鸟之后的 On wheel 是242，然后 top 的话是398。因为我还之后有改了一些那些框那些啊，还是会影响一点数据啊吧，还没有去做 dyno 啦。这辆车的引擎，它的通病是在哪里？第一，它的那个coolant的那个 water pump 哦 ECU 呢也是算是一个最头痛的啦，还有一个 thermostat 哦。所有的德系车都好像会中 water pump 的哦，不管是 Volkswagen、奥迪还是 BM 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中国很多卖3件套，哇，你看关的声音都特别的熟练的。德系车就是德系车哈。哎呦，哇，那个 seat belt 会拉我一下哦，然后安全感满满。哦，我忘记了，这辆车是比较传统一点，用手的拉的，可是也是 OK 嘛，maintenance 低啊这种。BCBR 就是那种舒服啊，我自己本身也是用 BCBR。哎呦，它这辆车有一点奇怪的，就是你的 RPM 一高过2000转就没有那个 cracker， 但是一低过2000转或者2000转就有 cracker， 一个很奇怪的 setting。这样子啊。这款的奔驰呢，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的老奔驰这样的 W2EE 啊那些，你感觉到它的油门都是偏重的，然后那个方向盘也是偏重的，然后整辆车你又不会觉得好驾，整辆车好像没有力气啦，因为是 compressor 啦。对对。第二就是它的那个重到你，就 daily drive 好像不是怎么好驾这样哦。然后一到212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它的cracker 来了。212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哇，方向盘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时代开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油门也是相当的轻哈。OK， 我现在我是什么啊 ？Eco mode 呀，这个是 efficient，Eco 我关掉了。哦 ，efficient 就是 normal 了。normal 还有多一个 eco 的出来 ，eco 的对，所以2个 E 啊。它在这边，试一下 Better Shift。哦，我按了之后要等一个，因为换回严重了嘛。哇 ，cracker sound man。OK， 然后这辆车有一个 auto hold 的哈，然后就是我把它按到特别一个 hold 放脚，那它就是有 auto hold 了。这里中间就是可以换一些资讯引物，油耗 from start。哇，这个可以看你踩多少油。什么？哦 ，fuel consumption， 现在还有半桶以下，还可以走242啦。这边讲。哦，对哦，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对，储物空间哦，可以放东西那些。你那边也是有一个？有，也是有2个。哦。哎呦，我一放油它就有那种 cracker， 孩子在 hold 着那个变速箱给我啊，对，前抓这样子，所以你每次用manual mode啊哈。对对对，比较顺哦，没这样冲哦。挺舒服的哦，这个 BCB 啊，已经调到最硬了，其实最硬了的还是舒服，因为它车重啊。哇，这样子你的车比我舒服一点了，调到最硬，这个是我的调到最舒服的这个状态耶。我车。那个 spring 也是压了。哇，老诶，我听到那个 blow off 声吗？我再放油看看。这具2.0公升 M274。其实很 reliable 一辆 engine 来的，对，是一个 so far Mercedes 出到最 reliable 的，是它没有什么烧机油啊，也没有讲什么太大问题，只要是那个 water pump 那些都是外带吧，呀，就是这样。哎呦，你有调那个 throttle controller 是吧？有，敏感一点哦，敏感一点，不然它原装的时候，你踩的时候它也会有 delay 的。就奔驰了咯，你要踩比较深啊。我喜欢它的方向盘的这个感觉，
它其实没有做到像 W205 C Class 的那种比较直接，可是这个对我来说，在这么多房车里面，它的这个方向盘的回馈挺 OK 的，你看摆动了一点点就有，其实算蛮敏感的啊。Sport， 看啊 Sport 有什么特别吗？那个油门更加的敏感去啊。试一下，踩一点油，它就很容易降档哦，就踩一点油这样子。它有一个 manual mode， 不是 manual， 哦哟，哇，还有跳一个 MPH 出来耶！有。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啦，宝马是8ZF 嘛，对，其实它还是输给8ZF一点。它的换挡的那种反应跟它的速度，尤其是我们 pedal 按下去的时候那个感觉 ，OK 啦。那个年代的话，可能8ZF 的那个宝马，你按下去可能也是这样子，要等一下下，可是它的那个咬合度就不一样了，你感觉到8ZF 的咬合度更加的干脆利落这样子。可能这个就是奔驰的一个调教，就是偏舒服嘛，这样子。反而 W205 C Class 哦，它一换牙的时候哦，你在高转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推你出去的那种感觉啊，有啊，类似这样就没有啊，很顺的一个。不同的调教，大家同样是 7G Tronic 来讲，有 4-point 就是踩下去就爽了啊。这样你改到这个 adjustable 来讲，你在家人会坐这辆车吗？我家人是不坐我车啦。第一，他们 complain 我车潮；第二，车太低，他们不喜欢坐。喜欢坐高车啊。他们坐 SUV 的。你如果载人的话，我能够想象哦，你是不能踩太大油，好像要像我这样慢慢降。我载人通常，因为我家大曼那边蒙沟比较高，我就通常可以载一个人，或者后面 maximum 只可以载一个人，不能载4个还是5个这样子啊。那到时候我就跷跷板了在 bump 上面。卡着了。对。这 W212 的原装来讲，如果后面坐2个人的话，就是整辆车坐4个人的。过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bump 它也会卡到。也会卡，对。是，它就是它的底盘设计的问题，反正 F10 就不会有。看到 Wikipedia 上面讲，这辆车 W212 它后期的时候有一个1250 Blue Emission， 它已经换上了 9G Tronic， 就是在 W213 诞生之前，它已经用上了 G。对，他们有试过这个 platform 的。对，可是在马来西亚没有卖。所以其实奔驰那个 9G Tronic 会更加的好一点，它的换挡逻辑跟速度，很多人都讲非常的好。所以你买 W205 的话，它其实有分，在它的 facelift 之前，它有出一个 9G 的哦，在马来西亚有出。如何去辨认？就是看它的那个 engine cap 上面的 logo， 它的 rim cap 是黑色的，那个就是 9G 了啦。OK， 踩到完。这一代做不到发烧哦，做不到，是我已经问了很多，做不到C Class 可以有 ，C Class，7 C Class W257 Speed G Tronic 好，有些可以，要看车的那个状况的，把 9 Speed 的话通常可以，9 Speed 都可以，9 Speed 都会，9 Speed 都可以，因为我看原装的 C Class。很小声的，对，小声，很小声的，可以一换了到半通它会比较大声。engine 一烧了，它的 turbo 一烧，它的 cracker 就没有这样大声。是啊。如果上云顶天气冷的话，就 OK。air temperature 冷的话就比较脆一点的声音。还有这样子分的哦。所以有时下山我拖着牙的时候，还一到2000转就啵这样子。为什么你没有考虑那个要加那个 Valvetronic？因为之前呢我是喜欢玩车大声的人来的，其实因为我有发觉到我装了那个 Valvetronic， 是它的声音是比较小声啊，不过我会 feel 到它0到100好像没有 straight back 这样快。straight back 比较快。0到100啦，因为本身它车已经重了嘛，我玩的只是玩 pick up 了，我没有玩尾力的，没有玩那个 top speed 的。真的啦，因为后来 adjustable 那种感觉不一样了，我们过弯的支撑性会比较好，它给你很多信心啊。对，所以现在 VCBR
真的是很值得入手。对虽然没有业配啊，你驾这种高浪你就懂了啊。看我这样过一个弯，毫无压力的那个车。对了，我们车是重，可是我们过弯有那个支撑性的话就，那个 droning 声，这样车不可以在3000转的，不可以，3000最大声，3000转是最痛苦的，我觉得那个耳朵。反正3000多还好一点。哇，not bad 啊，信心一下过弯。主要是它的车系很好啊，够硬。好，其实这辆车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 E-Class 舒服车，不过我试过几个弯，可以发觉到它的那个 limit 啊，过弯的 limit 其实蛮高的。你们会喜欢这一个2014年的款吗？我们讲2014年的款的这个W212吗？还是你们会比较喜欢 F10？ 我觉得会分两派人的啊。打满油走多少 km 有算吗？说法我试过打满油走，然后也是390啊。有时400啦，看情况啊，因为本身脚比较重一点。有时候400啊 ，OK。然后你打一个60 liter，这个桶最满可以去到65点多哦，65点多，大缸，是蛮大缸。我们试一下125过这个弯啊，没有问题。哎呦 ，not bad 啊 ，SS double 下去，赢完。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哦。还有8，轮胎挺不错呀。520的干地比 BS5 好了，而且它的赛握也比较硬，BS5 的赛握比较软。哎，刚刚这么我不是开美诺吗？哦，你应该是按着 pedal shift 太久，它会跳去 auto 的。啊没有，我刚刚用 M 啊，哎跑回去E了，奇怪。Hi Tesla, Good morning。安安静静的，吵的。喂，哇，他踩 brake 哦，吓到我嘿！呼呼呼，爽！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吓到我了，我整个人精神掉了。他踩油就去了啊，不用 boost， 多么多啊，电车就是好啊。其实它的降档呢会有补油的哦，这辆车有会。它现在在踩油哦，那个 Tesla， 哇哦 ，interesting。哦 ，nice，OK， 那我们就到山脚啦，各位啊。我们加一个房车上山了。你看它的降档，几点？8点。我们找一下哦，到这边。哦。有车的1号呀也是有的呀，有。OK， 我的手不知不觉要去拉那个排档杆。谢谢 Henry， 好，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下一集影片见。好嘞，各位啊，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冲上云霄再见，Goodbye。